随着总统拜登将于周三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表经济政策讲话，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也逐渐浮出水面。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日在上任后的媒体首秀中表示，目前不考虑撤销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有意愿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据《华尔街日报》周日的报道，戴琪在就职美国贸易代表10天后的首次专访中承认，关税会给美企和消费者带来损失。不过，仍有美国内支持者认为，关税有助于保护美国公司免受所谓外国补贴竞争带来的影响。随后，戴琪又搬出不公平贸易的论调，称美国短期内不打算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但对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在谈及不愿立即撤销的原因时，戴琪解释称，除非相关各方能够做出调整，不然贸然撤销加征的关税反而会损害经济。此外，从战术层面来讲，戴琪认为维持对华加征的关税是一个未来与中国谈判的必要筹码，因此他不会主动放弃。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戴琪正面临来自急于解决中美贸易冲突的美企施加的压力。由美国大型出口商组成的行业协会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组建了一个名为关税改革联盟的组织，其中涵盖汽车、啤酒、零售等各种行业，以推动废除加征关税。关税改革联盟的代表表示，美方在没有仔细分析的情况下，仓促对华征收更高的关税，实际上给美国公司带来了更严重经济伤害。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迄今为止，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已使美国进口商蒙受了超过820亿美元的损失。穆迪分析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加征关税生效后第1年就影响了美国30万个工作岗位和0.3个百分点的 GDP。另据摩根大通的一项估算，加征关税使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每年损失约600美元。毕竟呢，中美两国是当前全世界最大的2个经济体，两国呢实际上并不是某一方单方对另一方的恩惠，更多呢还是一种互利共赢。也就是说，美国和中国这种经贸关系，并不是中国单方受惠，美方呢其实也从中可以获取巨大的收益。如果中美经贸关系不能够早日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势必对美方自己的经济利益也造成重大的损害。外界注意到，根据中美两国2020年1月签订的第1阶段贸易协议，双方的贸易代表应每6个月会面一次。不过，截至目前，中美代表已经8个月没有举行会晤。对此，戴琪称，与中方的会谈将在时机成熟时进行。美媒分析认为，这一表态也与拜登政府中其他人的想法相呼应，即试图在和中方打交道前先争取盟友的支持。事实上，戴琪在此前的提名听证会上就多次声称，美国应当拉拢盟友，共同应对中国。就任后，戴琪随即密集游说盟友。短短3天时间里，戴琪分别与英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高级官员就双边贸易关系举行了9次视频会谈。而几乎在每一次谈话中，戴琪都要求与对方一起应对中国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强迫劳动行为。美方希望通过目前呢这样一种相对消极的态度，来向中方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希望呢通过这样一种造势，包括美方和盟友之间所谓的协调，来给中国呢造成更大的外部施压。这样呢，他们希望能够在下一轮谈判开始之前，中方呢已经能够事先做出美方所期望的让步，从而呢使美方能够获得在谈判桌上所不能获得的更大的让步。